坦白说，我驾这辆车上山的时候，哦，又来了，overspeed， 60吧喂，60吧，跳了啊 ，slip 了后面，后轮 slip， 啊，OK， 明白。哇，地上滑，明白，这个轮胎，喂，我不想漂移 ，br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，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Genting Run 冲上云霄系列啦。我身后面这辆 BMW E36， 在上个影片看了没有？还没去看上个影片的话，赶快点击右上角去看哦。然后这个影片呢，就会把它给开上云顶了。我感觉到这个影片我应该不会讲太多话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个手牌，也是一个很 raw、很没有电子化的感觉，所以我觉得，好驾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，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。那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，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。那 Let's go。01的 SSR 700也是最顶配的 adjustable， 前面的刹车卡钳升级为 E46的 328i 单活塞刹车卡钳，这副引擎是一个 M50 V25 TU， 也就是说它有 VVT 的，把它的 piston 跟 con rod 还有 crankshaft 换成了 3.0 的，所以严格来讲，这辆车的压缩比已经是有升级了的，也是比较高的，然后应该来讲也是 3.0 吧，然后206匹马力，还有260个 torque， 也是经过 remap 的。这位是车主 Aaron， 一个非常有味道的宝马。之前我都是拍比较新的啦 ，G20 啦 ，F30 啦，因为据说人家说旧的宝马才是较好开的宝马，所以这次就有这个机会了啦。Powerful startup man， 好，5速的手排哦，不是自排。我最近的影片哦，都是在试驾这个6缸哦，我这辆车也是一个直列6缸，严格来讲一个3.0公升。200多匹马力，哇，很轻松，在每1000转、2000到3000转很顺，也是非常有动力的一台车。Aaron 呢也是花了很多心思照顾这辆车上面，虽然很多东西都是前车主改的啦，不过你买这种老车就是要很多东西要，而且也学会了很多知识哦。对，就是学会了修车，尤其是修这种旧款宝马的知识。哦。后驱车用这一个中国轮胎，前面为225 45R17，后面也是一样哦，前后都是一样。因为 rim 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说后面放了特别大条的轮胎。哇，很顺耶！哇哦，我觉得来到6缸的话，就是什么都是讲顺，暴力没有讲很暴力啊，但是给我来讲，它已经是不是普通的2.5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不是普通的2.5了。声音更好听嘞，后面是直触哦，直触的。哇，这么多萝莉，一下子这个时候上山哦，不是开玩笑。这辆车是比较handling 会比较好啊，真的。刚刚我试了一个大弯，只是说轮胎要小心了哈，它不是很抓地。对。哦，屁股开始有一点点好玩了哦。
坐在隔壁的人应该会很紧张。超跟这样的。转向很精准哦。它有 ESC 吗？这辆车没有，没有的它是连 ABS 都没有。 ，ABS 也没有。哎呀，没有踩到。很顺，很顺，很有力。哦，很大雾哦。很有力，很有力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美诺就是它的精髓。不过这个宝马会有漏油的情况吗？都会有啊，就你那个 oil pan gasket 跟那个 rocker cover gasket 都会漏，所以不漏油的不叫宝马是吧？它的 design 有点奇怪，就是 engine 侧向，所以它有那个裂痕的话呢，它就会漏了。哦，它的 engine 不是就是直的，它是斜一边的。斜一边的。啊，这辆车我忘记说哈，它的你有没有发现它的离合器很中间的，在我的声音中间的它的离合器，然后油门是很靠右边的。诶，我看到一个 check 的是 tail light failure，因为你开灯。哦，吓死我，以为什么 check 啊，就是讲它的油门上面有一点不太习惯哦，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左驾驶车，来到这边就 convert 成右驾驶，所以有点做的以前的不太好的地方。可能你那时候 steering 看上去哦，它的 logo 也没有跟它的meter对齐在中间哦。对啊，它不会对正中间，没有对正。哇，吓死我！我以为它要过来我的线，你知道吗？恐怖啊，这个人家车。地上有一点点的湿啊，这边就要小心了。这个胎压就湿地完全是不抓地的。最怕就是前面又推头，后面又甩尾，就没有 grip 啊。就所谓的上山没力，下山没 brake。收卡有 Iris 啊。我看他讲哪 line 先。孩子 keep the right lane， then 我也不会了，我也不会了。哎呦，不要让我！你看摩托也是一样，霸用车道，我不明白。很好听，声音很好听。它跟 V6有点不一样哦，它比较顺的声音啊，没有这样爆，很顺。V6的声音会比较像那样你听惯的 GTR 声音，跟我之前驾的350Z还有伟龙的 IS250一样咯。哦，前面没有什么 grip 了。不过我真的 enjoy 这辆车好驾的。之前我驾 IS250的时候，我感觉那个车的底盘没有这辆好，讲真的，虽然那个比较新，因为日本车毕竟是日本车，德系车就是德系车，很扎实，这辆 good。然后车身我也没有感觉到那辆 IS 这样重，然后我之前驾350这个时候，呀，更重那个车，很重。那 Lori 幸好有打 signal 给我啦 ，Thank you，signal is the best。整个换挡上面都很扎实，很爽，说不出那种感觉。这种不像我们新车这样很多电子化的东西，然后比如说方向盘又是跑电子的，感觉到好像很麻木这样。这辆车完全给到你感觉，从换挡上面也是一样。Good man, good。顺了，你看3000转也是有力，2000转也是有力，它不会感觉到一下子4000转的时候那个动力啊，会一下子砰这样子来，不会。它这个油门踏板跟它的刹车踏板很靠近哦，好像我在驾的330i G20这样诶，那个 auto 的更糟糕。哇，怎么还停下来等我？
他的路来的。我们转出来要买 right 是要让给他，他直接让我。哎呦，没有读文档fail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有时候，很爽哎，我很快就上手这辆车了，不像350Z这样，我差不多到顶我才会熟悉哦。但是我坐你车后面的时候啊，这个1号牙真的是很有冲劲哎，很有冲劲。就你坐的时候，它是比较怕了。对。可是你驾的话，你懂那个车就还好。我驾的时候我不会发现到很暴力，但是我坐的时候，喂，这辆车有力哦。那时候坐后面还加4个人。哦，还4个人嘞。4个人，真的是 feel 到它的扭力那些。哇 ，best man， 随心应手，得心应手。best， 可以玩一点小小的漂移啊，很爽哎，很快，我觉得上山应该不成问题。没有错的话，这辆车是好像没有 ESC 版，就是有那个 stability control 哦。他好像知道我好像车有点光哦，好像看我的油门哎。它是因为没有 LSD， 所以它一边 slip 一边没有 slip。哦，是啊，所以那个力就 transfer 不到去那个路那边。哦，明白啊。它是有 ABS pump， 可是不 work 的。不 work 的。我试过 brake 4个轮停到完。啊，那是有问题哦。哇，哎，地上，顺。哇，它转向。喂，它要会出来，会出来。哎，但是它飘得很美耶！刚刚这个我没有玩漂移的人来的哦，它刚刚这个飘，它是很有 feel 嘞，很有 feel。它好像，它不像我之前叫那个350，我有点很难抓摸，这个很容易耶，就是玩漂移就一定是。所以为什么我了解到？为什么很多人会拿这旧款的136啊、146这样子来玩漂移？终于了解到了，它的那个 transition 是很顺的，车是很定哎。白鸭味啊，今天天气蛮冷，看一点点吧。天气冷好啊，对宝马来说。Cold air intake，Cold intake。OK， 可以踩一个了。哇 ，Exora 拿 line 哦，不是开玩笑的哦。看，我在静静看他拿 line。OK。哇，前面不抓地。这个摩托给它过线，我怕这摩托，因为你一滑就上去了。又开了啊，它是 magnetic 的，所以它又想飘的感觉。坦白说，我驾这辆车上山的时候，又来了，我。overspeed， 但是也不是讲太 overspeed 啊，我 expect 它是可以过的，结果它就，它就是有这个问题。我觉得它轮胎过热了，是吧？有可能，轮胎过热就好像没有什么抓地力啊。要 take it slow 一点的，再试一下是不是真的？我觉得是轮胎真的是过热了，是抓地，毕竟它不是什么 UH。怕摩托哎，这个时间上哦，不知道什么叫多摩托啊，不懂是他工作人员还是什么。
它这种后驱车就是它的转向非常精准。话说起来呢，真的是很有力，这样子说，它不会，它一直要给你 brake 啊，它不会让你觉得我够用啊，是真的蛮有力的，比够用更高，真的这辆车。刚刚差一点进到R那个区啊，太边了，它是很好换挡，我很容易抓摸到，很容易抓摸。我 enjoy 这辆车，如果你不要太 extreme 是 enjoyable 的车。你看我这样子加1号牙，很有力。60吧喂，60跳了，slip 了后面，后轮 slip，可以 slip 摆。哇，地上滑，明白，这个轮胎，喂，我不想漂移 ，bro， 真的是很容易飘，它 top 高，然后不抓地，然后很容易去操控，真的，它不会给你，因为 steering 好 ，steering feedback 好，hydraulic 就是 hydraulic， 它不像 F30这样哦，电子化的。因为我就自己驾的话，没有这样子驾到这样会飘啊，没有那个 skill。我刚刚其实也是不想的。哇，刚刚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漂移。后面的轮主要是换去 PS4 就很好了，for daily。PS4，那17寸已经是没有了，应该是没有出了，现在都 PS5 了。OK， 终于来到山顶了。Best Man 这辆车，我没有驾过这么好驾的宝马，是真的。如果你觉得 F30好驾了，你应该要试一下这个。它的感觉totally就是不一样，很raw，很直接的感觉。以后我也想要买一个这样的车来我学漂移一下，因为我也是想学怎么去漂移。学好漂移之后我们玩山路那些会更加安全了，因为你知道那个车正在飘嘛。整个操控来讲，真的是摸到顶啊！这辆车后面是multi-link来的，它所称的 Z-Link，不像那个139，139是 4-link， 它这样子说。这辆车不会侧倾很多，可能也是因为它有8，还有那个 SSR 700。过弯的时候呢，虽然它是甩尾了，但是它很明显给你知道，歹路我甩尾了哦，然后你的车头就很明显，你要怎么去摆了。这有什么 drifting 讲你们可以去 YouTube 看我还不懂怎么去解释给你。反正就是当它向左边摆，我就向右边摆，就是这样咯，跟它玩一个 counter 咯，我们叫 counter。它的动力来讲很足够，我们去跑山路很爽真的。然后通常都是2档3档啦，换挡上面真的是随心应手，很清晰。我知道在哪一档很清楚。很爽，不会好像让我觉得我会换错档这样。可以试一下3000转换挡。4000转。这种Inline 6的声音，终于了解为什么鬼佬这样喜欢了这辆车。我还看过有一个鬼佬拿这一代的宝马去送什么 GrabFood 这样子嘞，送 GrabFood 他们拿去做这样，他特地挑战，然后呢一直 drift，他是真的是玩 drift 的，下雨天在 drift 咯，一边 drift 一边送餐。我忘记是什么频道吧，我就是有看过这样类似的。蛮 enjoy life， 一边工作一边享受你的乐趣。对，你的宝马。不过你这辆车会难照顾吗？讲真的。收发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啦，只是普通的换油那种换油
就是 maintenance 是你买回来就大 maintain 一次哦，过后就是 basic maintenance 罢了。讲老实话啦，我加上来的时候我是有点提心吊胆的，我是怕这种老车会怎样啦 ，engine check light 啊，然后原来这个 check light 没有了哦，没有了，他只是一下子跟你说 tail light failure 啊。非常感谢，不客气不客气，很好嘞，谢谢你试驾我的车，push 到它 maximum。你要卖吗？可以啊，你要买的话我卖给你啊。下车了。OK， 好。可能最近驾了太多电子化的车，不要讲350Z 啦。来到这个宝马真的是 best man， 它很随心所欲，所有的操控都在你的手上，而不是说现在像新车这样，这个完全都是靠你自己，而且很听话，左摆右摆都 OK。所谓一句话说，我们坐奔驰开宝马，开宝马就是要开这一代的宝马，是吧？如果是146的话，听讲也没有像这样好玩，是吧？对，它会比较麻木，他们说。我驾的最麻木的宝马是 G20，最原始的感觉就是这一台。好了，各位哈，影片就到此结束了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，Goodbye，Thank you。